帅葛沙率30万精锐大军来犯。30万大军，还派了葛沙，那可是北族第一猛将，这次来真的。咱们有3万人吗？不到。报告葛沙将军，大军已到。第1小队正北方向，全速前进。第1小队正北方向，全速前进。传令！后进！放！第1小队正北方向，全速前进！邱大人没有下令撤退。报！北族先头部队已越过巴彦山。这么快？第2小队正南方向，全速前进。放！第2小队正南方向，全速前进。只有这么点儿。全军出击！求你放过他们吧！30万大军被咱们追着屁股打，万一有埋伏怎么办？我们还是去请示秀川大人。大人，北族溃退，我们是否追击？古雷，你好大胆，敢穿大人的盔甲！啊！别！白川大人，你别动手啊！别动手！你下来。大人去哪儿了？他在后山洗了个澡，吃了顿烧烤，现在应该已经睡了。大人，水烧好了。3、2、
不要！我醒了。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？士兵造反了吗？那是迟早的事儿。我这次来是想……罗杰和明宇为了你决斗，结果都死了。很遗憾，他们都还厚颜无耻的活着。但是北族杀过来了吗？事实上，我们赢了，北族正在撤退。我们是否追？居然赢了，简直太神奇了！我要继续睡。这次真的是你逼我的。追！都是天意。这实在太儿戏了。这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。罗杰率领的是骑兵，机动性比那些北族的大块头要快多了。打不赢，还跑不赢吗？我就等着清点我的战利品了。咱们5000人就把北族30万大军打得抱头鼠窜，真是漂亮。走。北族物资里装的都是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别动！什么好东西啊！让你们这么紧张，压下去。是。走。我是北族公主，卡丹。大人，杀了他，为兄弟们报仇！对，杀了他！放下！大人，杀了他啊！杀了他！我们先赶紧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好好聊一下。上一季度增加了20%，不错，还算稳定。报军长。杨大人，5年前您提携过我，传来帝都给您备了点薄礼，这是我们迪威邢台的特产。不错，给军长大人带了吗？哦，待会儿送到军长府上去。大人，小心点儿，上次就是从这儿断的。下一个。帝都的排水区治理重建工作提前完成，共修理损毁排水区73处，重建46处，完工后能力足以应对汛期到来。去吧。哎，治理排水渠可以让帝都的百姓免受雨水倒灌之苦，好事。远州战报。横川大捷，北族30万大军进攻横川被击退。怎么打到横川了？给我。
此时戈应星在何处？大人，这仗不是戈大人打的。那领军的是谁？子川秀。子川秀。7年前，子川秀被发配到远州。我想起来了，是我把他发配去的。后来戈大人把他安置在了横川。戈大人真是深谋远虑啊！横川之战疑点颇多，看来是应该及时叫回子川秀回京述职，问问他这仗究竟是怎么打的。滚！主帅怎么死的？我不知道。能在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的是谁？远州竟还有这等高手！黄金的呀！嘿嘿嘿，你应该很有钱吧？我们可以做朋友啊！白川大人，你不能进去啊！不知廉耻！白川副麒麟，你真的是太莽撞了！没有看到我正在审问俘虏吗？堵住他的嘴怎么审问？你明明就是在想什么呢？难道你觉得你的上司是一个调戏无知少女的好色之徒吗？你就是。你应该这么想：这个少女是北族卡丹公主，因为惊吓过度，所以你品行端正、人格高尚的上司子川秀麒麟正在毫无私心的安慰她。对，安慰她。卡丹公主，其实呢，我刚刚是想帮。苦雷在，送卡丹公主先下去，回头我再好好审问她。公主，请吧。我。白川副麒麟，说吧。听闻北族军队大乱是因为主帅被神秘刺杀，难道大人早就知情，所以才下令让我们追击？我派你们追击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行了，记住，战报要写得漂亮点，奖赏才会漂亮。啊？什么？全体收队，不打了？对。你看，你咋没明白啥意思呢？大人今天做的事儿滴水不漏，如果咱们把功劳都给占了，其他部队呢？就会觉得咱们不知进退，你说以后怎么办？回瓦云的路上，要派一支小分队单独看守卡丹公主。那些远州士兵对北族深恶痛绝，如今来了个公主，他们恨不得生吞活剥了她。更重要的是，得防着咱们大人，当心他图谋不轨。那你可能得防着他。你看啊，大人今天闹了一出调戏卡丹。所有人都会认为大人喜欢卡丹，从今往后谁还敢再闹？以5000对30万，他居然敢下令追击，人人都想着趁胜抢攻，他反而走了。那些士兵对公主不老实，他耍了一波流氓，他们就老实了。咱们这位旗领到底是荒唐还是非同一般呢？你跟咱们大人才半年，他荒唐的事儿多着呢。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清他了呢？一步，两步，两步似飞蝠，四连上露珠。您殿下很是优雅。为了家族荣耀，您不敢懈怠。小姐，邱大人的礼物到了。
师，我还有一些任务要处理。小美，我们走。秀哥哥回信了啊，小姐，快打开看看。这个混蛋，他每次都送我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说他什么意思啊？小姐，我之前好像听人说，蝎子一生只能有一个伴侣，我觉得秀大人是想表达他对你一心一意的意思。好吧，算他有心。横川大捷，按照惯例，我们要准备一份厚礼，致敬我们远州最高的统领戈应星大人。这个好，这叫什么礼物？驻守横川7年，咱们麒麟大人每次打了胜仗，都要给戈大人准备一箱子垃圾。戈大人，横川大捷，紫川秀大人已押送战俘前来瓦运，还照例送来了礼物。垃圾。皮内裤，跟我学的。哎呦，哎呀呀呀呀，杨大人，哎呀呀呀，杨大人，三星大人，哎呀，快，我收到低微邢台寄来的点心。这是司机林刚才打碎了一个东西，他呢自发军资2个时辰，我劝了半天也不听，随他去吧。军人亦该如此。嘿嘿，我哥在世的时候，我哥在世的时候都把咱们召集在一块儿一起吃这个。这个东西一寄来，我马上就想到了你，所以赶紧通知你来，咱们一起吃吃。远星大人待我亲如兄弟，现在想起来还宛如昨日。那当然了，你是我哥最信任的人呐。当然还有戈应星，自然对你亲切呀。所以让我镇守帝都，戈大人镇守远州，我们2人一同帮你守护紫川。我老了，我只能靠我哥留下来的1儿1女啊。但是紫川秀呢，她是个继子，而且也不稳定，靠不住。我只有等小宁长大了之后，我才能安度晚年呢。但远星大人对阿秀一直视如己出。我听说阿秀在横川打了大胜仗，你让罗明海把他调回来，是要给他升官吗？横川之战未必是大捷，我调他回来主要是了解情况。前方虚报战功的事情很多，如果真是大捷，定有赏。您来的太好了，有一件要事儿。哎呀，这个玩意儿真伤我的脑筋。您看看，真是哎呀，还是这些玩意儿，就这玩意儿。这好像比之前多解开了几步。是，
我找了几个年轻人帮忙。杨大人，您瞧瞧，哎，老了，完了，这打不开啊！杨统领，那是军长大人的位置，请你起来。不动，又没其他人，又一把椅子吗？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解吗？是啊，太难解了，把我脑子都冻疼了。耶，摔碎了！我太不小心了。没事，这玩意儿它就不是个玩意儿，碎了就碎了，没什么。但你看这样，似乎也算解开了啊。嘿，您真是高手，大智慧，另辟蹊径。开个玩笑。改天我陪您一个新的。参星大人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先告退了。大人，您受累了。不过是打碎了个小玩意儿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用站那么久。杨统领，请借佩刀一用。您打碎军长大人的东西，理应受罚。我带您的佩刀，罚站2个时辰。我做错的任何事情，你都能替我受罚吗？记得把刀还回来。这倒是打开了。紫川秀大人坚持要在书房等您，说这样才有诚意。你被他骗了。紫川秀，好久不见。交出来。交什么呀？废什么话？我酒呢？大人，办公室里有酒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大人严守军纪，执法如山。好了，把我那瓶柳阳兴泰20年珍藏留下就行了。你竟然有20年珍藏？哦，你也太小气了。我这刚打完胜仗回来，你是不是得送我点礼物啊？帝都来的要不要？要啊！横川大捷，领兵司诏，紫川秀旗领，即刻回帝都述职。总统领，杨明华。其实我也不希望你回去。7年前的事，我一直都记得。经枢律司审理判定，紫川秀非法兵变，擅自调兵，罪责严重，理应处以死刑。念及紫川秀忠心护主，击退敌军，特赦紫川秀发配远州，为家族效力。我现在记性特别不好。7年前，帝都遭刘封家大军突袭，远幸大人因此罹难。群龙无首之际，是你领了800骑兵，发起兵变，取得调兵权，明明是立了大功。杨明华给你灌了数条罪状，想要置你于死地。多亏葛大人和宁殿下力保，不然你能活到今天。这一仗你打胜了，就是打破了帝都和远州的平衡。
也就是杨明华和戈大人的平衡。你觉得杨明华会像7年前一样放了你吗？这次他们是佯攻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横川建立起自己的要隘。但帝都的人不知道啊，我调回所有驻军，只有你不听命令，杨明华一定会拿这个大做文章的。所以，我回去，他们对付的就是我；我若不回去，他们对付的人就是戈大人。听说横川大捷，大人要调子帅长回来。你怎么看？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确实不少，但是30万大军莫名其妙溃散，不常见。所以要把他叫回来审清楚才是。好，那我把他抓回来。你。 大人刚才用了“审”字，所以我得替大人分忧。不好吧？整个帝都都知道你跟他宿仇深厚，如果让你去，我怕你把他杀了。还请大人成全。我可是要活的，你得向我保证。活的。 驿站传来消息，紫川秀明天早上进城，带的人并不多。这次是密捕，还请低调行事。我可是要活的。好，都安排的差不多了。行。 让所有人原地休息，明天早上再进城。白春，你跟我来。你有特殊任务，你要不去的话，我把你的马送给罗杰。大人，我们为何提前进城？哎呀，白天的帝都太正经了，没意思，还是乘船夜游好玩。我不是来玩的，我的特殊任务是什么？不愧是白川，我们提前进城，只为打探消息。什么消息？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是回来领赏的吧？大人，你一回来就来这种地方。哎呀，好久不见！好久没来了啊！春风院啊，春风院，果然是帝都之窗，各军的军官都很喜欢来这儿喝酒。你过来。哎，你看，那边2个人。 这一看就是地术军。你别一直盯着看，那桌一看就是兵察队的。还有，
那靴子上绣着玉色印章的，那都是李明司的。哎呀，我此次来帝都，肯定是凶多吉少，所以我就先来探个究竟。闲杂人等，速速离开！我是闲杂人等，我得离开。我回来是领赏的，功臣。自川秀。自川秀，我奉杨明华总统领命令缉捕你，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？哼！杨明华，他凭什么抓我？我又没错。放肆！有事！秀家怎么样了？什么秀家？那是你嫂子，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？你还真来不及！我老婆很好，就凭你！当初要不是我跟司义林摇骰子输给你，谁能让你一口一个老婆？你害不害臊？他命中注定就是我老婆。好，今天我就让你死在这儿！呀！小宁那怎么样？放心吧，他们都很安全。你别吃了，差不多得了。你是在帝都，你不知道这地上都是东西有多难吃。那你知不知道你这次回来多危险？我都想好了，他们对付我那些事儿，无非就是猎行。我要是不回来，各大人都有危险了。那既然你回来了，就得听我安排。怎么安排？带走。密道，密道。密道，这么明显的吗？7年了，没想到这个密室还存在。这7年帝都天下太平，谁还有密道啊？哎呀，太舒服了！你不是明早才进城吗？半夜偷摸跑进来干嘛？我不先提前进来打探一下消息，我明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今晚要不是我抓住你，你死定了。你抓我，杨明华会放心？毕竟7年前是我出卖了你，
这才在领兵司立下了根脚。你也因此去了远州。做戏做到这个份上，哼，他应该也有几分心了。谁呀？二哥！二哥！说正事啊，我问过蔡兴大人了，他去找过杨明华，他说不会放过我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下我死定了。那你当初逞什么能啊？横川之战正常撤退，哪有那么多事儿？横川之战我必须打，帝都我也必须回。哎，你不是说要我听你的计划行事吗？明天一早，我会去找杨明华，告诉他你半夜跑回来被我抓了。然后这一夜，我会让帝都所有人都知道横川大捷，紫川秀凯旋归来。这个时候，杨明华就不得不把你放了。喏，你让你的禁卫军连夜整了这个？军报上全部都是横川大捷，弄是弄了，不过不是我们弄的，是您殿下。所以你一会儿还得乖乖回去等着。他办完事儿，说不定就过去找你了。那我得好好洗洗啊。大人，人已经抓了，不过这紫川秀是个泼皮无赖，想必不会轻易吐露出我们想要的信息，干脆杀了，干净利落。你是紫川的将帅，不是杀人的刽子手。大人，这人恐怕是杀不成了。现在全城都知道这个青年将才回来了，只恐城门口那些民众都举着告示翘首以盼呢。这是想用舆论逼我们放人。帝林大人昨夜刚把人抓了，今晨就闹到废藩营天。紫川秀离开帝都都7年，竟然有人如此挂念，只恐怕这颗棋子……谢大人，能够救人的东西，何尝不能杀人呢？横川之战，胜得反常，领兵司早存一念，臣恳请禀报枢律司细查此案，召开庭审。若百姓得知紫川秀的军功不过是谎言，那盛大的欢心就转为滔天怒火。罗大人，你这是想把人拉到明面上杀呀？但这枢律司非我领兵司管辖之地，西北的木海开海了，这个应该是捞上来的第一只螃蟹。他耀武扬威凯旋，我们就正大光明庭审。失谢。大人叨扰了。看来我们被杨明华将了一军。我们费尽心思，让民众们认为横川大捷是值得庆祝的事情，他反倒利用民众的关注度，把阿秀送上了庭审。他此举也是兵行险招，就算伦明海亲自举证，到时候庭审上也无绝对把握。更何况，他还有一个难以控制的变数。枢律长萧龙。要说这军心在歌应星，民心就在萧龙。没想到现在这个局面，杨明华竟能将此事交给萧龙。怕的是，这杨明华还有后手。
大人，您说杨明华还能有什么后招呢？现在还不知道。不过牢房那边有任何消息，随时通知我。是。怎么了？属下只是觉得，您每次如厕都跑那么远，这身体吃不吃的？属下不是那个意思，您身体好着呢。大人，大局已定，但这紫川秀巧舌如簧，庭审之上众目睽睽，不会被这无赖真的给辩过去了吧？何必让他开口？这样也算遂了帝林的心意。这个事儿不用他，你去安排。是。奉参星大人口谕，提人犯紫川秀速至军长府。快点儿！快点！左顾右盼看什么？军长大人等着呢。领兵司的高手，屈尊降贵，扮作狱卒，真是委屈你们了。官靴上领兵司的标志都没有摘，谁看不出来啊？况且，军长府在东，我们却一直往西，这是要去杨统领给我挑选的坟地吧？哎呀，好疼好疼啊！你先走，这边交给我。当枕巾了啊！想活命就听话。告诉马夫，沿着秋溪路走，从明月寺小路出城。啊！这么久没见了，你还这么皮啊？秀哥哥这么久不回家，连路都不认识了。秋溪路有领兵司守卫巡逻，你要去给杨明华行礼啊。沿着河边小路向北走，去清风别院啊。是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啊！怎么了？疼！你受伤了？没有，我没有打。你别！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啊？这是什么？太丑了，啊！这么丑的样子被你看到了，那只能让你为我负责了。你受伤了？啊？我看看。薛哥哥，7年没见，你怎么都胖了？
你这7年怎么混的呀？行军要略第1条便是，凡离开帝都者出远门，回来的时候就要给故人带礼物。礼物呢？哎呦，我疼！哎呀，好疼好疼！啊，我都还没碰你呢。啊？是吗？你少转移话题啊！礼物呢？那也行，那你就准备准备，娶我当礼物吧。礼物，倾家荡产，给你买了这个远州奇异月光石。这块石头，你把它放在双手盘着，日月摩挲，它会变得通透发亮，皎洁如月，晶莹如玉，既可以驱邪避魔，还可以养颜健体。还可以养颜健体啊？当然是假的啦，这块破石头我随手捡的。不过呢，这块破石头能逗你开心，我这个礼物也不算失败。哎，真是骗你的？那我不管，反正你说了送给我了，那它就是块月光石。嫂子，好久不见啊！我记得进密室是不是要密码来着？我好像给忘了，似乎是要亲你一口啊。怎么了？这是又开嫂子玩笑了？来说正事。现在杨明华想让他死，任何人站出来就是多个陪葬的。我跟司义林把盘缠给你准备好了，快滚吧！我不能滚，我滚就是畏罪潜逃。这盆脏水要是泼不到我身上，肯定就泼到戈应钦大人身上了。我倒觉得你可以滚。杨明华跟戈大人对立了这么长时间，也没分出个胜负。你现在滚吧，戈大人也不是招架不住。二哥，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？军人的荣誉比生命都重要。你这么多年，赤胆忠心的跟杨梅花正面对垒，现在教我畏罪潜逃。好，那这样你留下来。我这7年与狼同眠，为了你我也不忍了。到时候我们3个人拿着刀直接去领兵司行刺，大不了壮烈牺牲。届时兵城军长府，军长大人被逼着禅位之时，他会感谢我们3个人的。反正我不能滚。你真的可以滚，而且你必须滚。我真的。来，阿秀，喝口茶。还是嫂子好，谢谢嫂子。哎，我真是看不了你们滚来滚去，3个大男人磨磨唧唧。阿秀，你看着我。3、2、1，我已派人在帝都城内外增设关卡，戒严盘查，全城搜捕，保证不出3日，定能把子川秀。庭审是在明日，不是在3日之后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去挑几样趁手的兵器。老钟，铁手拿人，从无遗漏，一人可敌数百精兵。他若出手，子川秀1日必死无疑。
哎呀，我们一家子人的冤屈，多凭萧大人秉公执法才得昭雪，怎敢要萧大人的银钱呢？前2次的账还没有结完，今日又吃你半罐干果，是该这个数。你若是不收，下次我可不敢再来了。我给你保护好茶去。萧大人两袖清风，难怪深得民心爱戴。那都是仰仗杨统领的提拔。紫川秀一案，远州军令，各地屯兵皆调至紫川边境及几处要隘余地。横川之战，属于私自调兵。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这1万战俘中，有北族公主卡丹，但她并未上报啊。清点战俘一一上报，皆是他人职责，这些不算什么罪过。明白了，庭审之上，众目睽睽，自然是以理服人。人证物证，定是一应俱全。人家少年英豪，咱们可不能轻易给冤枉了。杨统领放心，舒律司秉公执法，我萧龙座下，绝无冤案啊！大人，目标已找到了，身长8尺，容貌甚伟，面如刀刻，色若桃李。可惜了，这朵兖州之花要败了。横川之胜，举国欢欣。领兵司本该论功行赏，但在调取远州旗领紫川秀7年行军记录之时，发现其逆行盗失，蝇营狗苟之事举不胜举，更有求胜通敌之嫌。紫川秀自知有负家族信任，昨夜已然服毒自尽。此人因面部剧毒、溃烂、浮肿，你怎么证明他就是紫川秀？请萧大人通传人证。传。跪下！各位大人，小的是看守紫川秀的狱卒，没想到他做贼心虚，企图越狱。小的身上的伤就是在捉拿他时所留。紫川秀见逃出无望，跟小的承认了通敌求胜之罪，继而服毒自尽。传下一位人证。哪儿来下一位人证？你杀不了他吗？我一路追着他进了山谷，入山之后一拐人就没了，随后就受到了从山上倒吊而下的攻击，刀速之快，下手之狠，毫无还手之机。你确定那是紫川秀吗？听说我死了，我来给自己上个坟嘛。哟，
这个尸体怎么回事？罗大人，你要想给我加个罪名，你就直接说嘛，何必给一个死人扣罪状呢？你别说，还真挺像。子川秀，你本应该在监狱候审，为何越狱？越狱？萧大人，昨天有几个人打着军长提审的名义，把我从牢里带了出来，可是没走几步就想杀了我。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跑出来，这不赶紧让你们来审我了吗？子川秀，你不要在这颠倒黑白。昨日提走你的，不正是你的同党吗？要不今天你怎么可能好端端的站在这里？昨日我们哥几个抵挡不住，让他跑了，为了交差才擅自找尸体代替，求大人开恩呐！庭审之上，满口胡诌，更是以伪诗欺瞒领兵司、枢律司，其罪当诛。来人，带下去。是。求大人饶命！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。越狱事小，投敌事大。罗明海，罗大人，刚刚你说我越狱，现在又说我投敌，你还当真以为想跟7年前一样给我乱扣罪状？我告诉你，我长大了。子川秀，这是庭审，注意你的言辞和态度。子川律法严谨，今日庭审召开，便是有充足的人证物证来指认你的罪名。你若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你放心，我枢律司自然会还你清白。好，罗大人，我还有哪些罪状？你不如一口气全部说出来。萧大人，经领兵司调查，枢律司审核，远州旗领子川秀，罪状有8。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！宁殿下，我要见叔叔。你知不知道，庭审之上，杨明华纵容罗明海颠倒是非黑白，陷害忠良，如今只能请叔叔出面了。宁殿下，军长说这审判再过个把时辰就要结束了，他改变不了什么，请殿下回吧。我不回去，我就在这儿跪着，跪到叔叔出来见我为止。军长猜到宁殿下会如此，让我将这个交给殿下，用来垫着，跪得也舒服些。告辞。子川秀，你对罗大人代表领兵司举证你的8大罪状，有何话说呀？当然有了，没想到罗大人把我这8条罪状背得这么熟啊，陈词慷慨，文辞华美。罗大人这一口气说下来，脸不红气不喘，我认为罗大人实在是老当益壮。子川秀，横川战事正酣，你在阵前睡觉是，或者不是？若不是，你与敌私通，了解战前动向，你睡得着吗？我是真困啊！你俘获了北族公主卡丹，却迟迟不上报，假借贪恋美色保护卡丹，实则是要把卡丹送离。你手下的将士和战俘皆可作证。哼！各位大人，大家都是男的，好色之心这是能假装出来的吗？那是真馋啊！而且，罗大人如果见到了北族卡丹公主的天姿国色，我相信你是一定能铁树开花，枯木逢春，
老房子的火越烧越旺。子川秀，这里是你耍无赖的地方吗？是我耍无赖吗？3万追30万，那换做谁看了，那都是置生死于不顾的忠肝义胆。你却说我是与北族串通做样子，北族佯攻其他要害，可实则呢是奇袭横川。我带兵迎敌，不丢子川一城一尺。你却说我是故意扰乱远州战局啊！还有，远州极寒，我用金币与北族人换双袜子，你却说什么我与北族私通私信。行，我现在就把鞋脱下来，给你看看我的袜子，验验。子川秀，泽川秀，你说你冤屈，好，那我来问你，北族是如何败的？据传，北族第一猛将主帅葛杀，未至横川便被一刀击杀，这是横川之战北族溃败的关键。他是你杀的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因为从时辰上看，当时你正躺在被窝里酣睡呢。你当时知道他已经死了吗？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凭什么敢下令追击？还是他压根儿没死？你们早有勾结。谁呀？叔叔，叔叔，杨明华越是权势通天，像秀哥哥他这样子的中军将才，他就越是珍贵啊！你不管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子川，你一定要救秀哥哥。小宁，我说实话，我就是不喜欢子川秀，我尤其是不喜欢他不教你好的，他教你翻窗子这些行径。叔叔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翻窗子了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秀哥哥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小宁，杨明华今时今日之事，他更胜7年之前，我去了也没什么用啊。我就是扰乱了庭审，也就耽误了一时半刻，那结局还是一样的。小宁，叔叔怕你是抱着希望去，带着失望回，你那个时候更伤心呢。我不在乎叔叔，只要秀哥哥能多活一刻，我便能少伤心一分。他要是死了的话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远星大人跟我泪眼婆娑呀，他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坚定而又威严地指向了东边。他，好，谢谢大人。他拍着我的手，颤抖地说道：“阿秀，你放心的去。胜利必将属于你呀，必将属于我们子川呐！”你够了，泽川秀。依你的意思，在你战前午睡之时，我们逝去的先军长子川远星大人托梦于你，还告诉你葛杀已死，并且命你追击。正是啊。没想到，萧大人现在终于开始懂我了。混账！托梦传译这种鬼神之说，你也说得出口啊？还胆敢搬出远星大人的英灵为你开脱？如此空口狡辩，简直是蔑视庭审！你无耻！
无耻！为了让我死，各位大人，真的是有劳了。死不悔改。萧大人，末将有一事不明。司仪林，你只是禁卫军副统领，列席只能旁听，无权质询。末将知道，只不过刚刚说的这8大罪状还有搜证，整个的程序非常复杂，需要远州军上报，领兵司确认，枢律司审核，最后再交由到军长府。按照我们紫川律例，如果没有按照这个流程办的话，那所有都算是无效。横川一役非同小可。昨日，本官已奏请军长大人急调密令，获各司、各军档案调取之权，同时也已告知各位同僚配合监察。至于确凿证据，传紫川秀行军副旗领白川。萧大人，这是由白川提供的行军记录，里面记载了紫川秀日常的言行，他是如何与北族以物换物，又是如何暗行通风报信的勾当，与8大罪状吻合无二。白川，这是你亲手所述吧？是。记录大人的生活起居、日常行动、行军安排、核心命令，这是我的职责。记载属实。属实。但是，本官萧龙现以家族名义宣判。萧大人，就算白川记载属实，可紫川秀说的也没错，远州确实贫寒。我们两军对垒多年，已经养成了我们以物换物的旧习了。如果以此判定紫川秀有罪的话，那些远州士兵没有一个干净的。如果说紫川秀叛国通敌的话，那些为紫川抛头颅洒热血的数十万远州士兵，没有一个是干净的。大人，司仪林大人所言不虚，光凭此记录要断言秀大人叛国，未免牵强。据末将了解，紫川秀大人虽然表面上不拘细行，实则对家族忠心一片。若不是忠心，谁又能在横川这样的不毛之地啃属实以苦挨7年？不拘细行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这国之根本，竟成了细行小事。大人，远州副旗领白川掌握长官通敌之政，多年来不仅隐匿不报，反助其叛逆，按紫川律例，是与通敌同罪，即刻杖毙于庭外，拖下去。谁敢动他？第9大罪状，扰乱庭审秩序，意图兵变谋逆。紫川秀，你还不肯认罪吗？你们非要把横川之胜变成横川之耻，我无罪可认。还有，你不只是在侮辱我，你侮辱的是整个远州。8大罪状，荒诞之至。紫川秀有功无罪，你心知肚明，无耻！你们现在把3司的印章都拿出来，就是要搞我。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
子川秀啊，子川秀，你一个人的过错，不应该让远州军陪着蒙羞啊！你若是铁了心的要继续推脱下去的话，那只能证明罗波和歌应星大人御下不严，任意惯纵。你究竟还要害死多少人呢？横川乙、子川秀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。本官萧龙现以家族的名义宣判，废其军衔，抄没家产，即刻处斩，拖下去。啊！参星大人救急大好，乃子川之幸。军长大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子川秀及其下属也皆已认罪。小宁啊，别看这个。军长大人再舍不得这孩子，下官身为书律长，也得为子川律法之威严负责，必得铲除这奸佞。参星大人，他们，我恨不得一剑刺死你，我替我哥哥刺死你！不义不孝、不忠之人，谋逆之罪，该杀，而且死有余辜。二位大人呢？军长大人，秀哥哥，您上，快起来。您请坐，您请坐。二位大人，军长大人，子川秀啊，他是子川远星的孩子啊。大人啊，养子而已，不必过分伤心。加上一笔，他不配再用皇族之姓，改回原名林和。二位大人，请二位大人体谅。子川远星临走之前拉着我的手，把小宁、阿秀托付给我。如今，子川秀犯下滔天大罪，我也有管理不善之责。请二位大人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让我和子川秀吃一顿饭，就算是断头饭，我送他一程，就2个时辰，时辰一到，刀起头落，如何？那就听参星大人的话，听军长大人。谢谢二位大人。杨明华未雨绸缪，原来私底下早就和萧龙有勾结。这回他是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置阿秀于死地了。也罢，阿秀这小子命里待客，生来就是要连累人的。我现在就去调集心腹，如果没有退路，只能结刑场了。要去也不是你去，你在杨明华那儿潜藏了7年，如果他要反的话，你是最有力的一张底牌。把人给我，我去。好。大人，这是杨统领给您送来的几道清淡小菜。我最爱吃这个了。你等会儿，不管是谁送来的东西，得小心。哦。
没变色。那我吃了。快吃吧。你尝尝这个白切鸡，真的挺好吃的。为什么回来？我问你呢，为什么回来？反正不是回来看你裤子。修哥哥，你就拿这个撬了锁，跑吧，啊！放心吧，如果老天有眼，看出来我不是什么好人，肯定会让我长命百岁的，啊！放心吧。大人，时辰到了。我治好了，你们走吧。小宁，我送你那块石头，就是块破石头，你扔了吧。我也是块破石头，用不着。你们走吧。叔叔，叔叔，我们说好的。你在这儿，他活不了。让你背叛家族，没用的叛徒还敢动我！哎，帝林大人，命还挺硬。像这种叛国的死囚，没必要跟他白费力气。是，把他给我带走，跟紫川秀一块儿斩了。大哥，这杀人用糯米酒啊，待遇太差了吧？有没有高粱酒？这糯米酒呢，其实也挺香的。你说你回来干嘛？专门来害死我？唉，别怕嘛，要不你舔舔，喝酒止痛。少年英豪，说实话，有点可惜。
下这是？没事儿，你砍你的。真砍？真砍！上！杨统领来的实在不巧，参星大人回来之后身体不适，恐怕一时之间无力接待了。毕竟曾是一家人，参星大人伤心，我能理解。大人，死了。有人来接刑场。谁？一整支军队。原来是戈大人。杨统领。参星大人伤心，我还以为是为了紫川秀，原来是为了你我相见。多年不见，我专门为杨统领带礼物来了。从远行一事，我驻守远州开始，便将此陈酿以木桶窖藏在瓦云城墙之下。如今虽说只有7年时间，但却经历了风霜血汗，就像如尘封万载。领兵司当差时间明令禁止饮酒，何况杯中茶水尚温，这酒我无法领情。也好，那我就直说来意吧。横川对于杨统领来说可能是个不毛之地，但对北族而言，却是一座新起的军事要隘。他们此次大举入侵，看似是为了帕义，其真正是为了横川。若不是紫川秀率军坚守，横川此刻恐怕已经落入北族手中。紫川秀横川大胜，守住了远州防线，更守住了紫川防线，如此大功，为何事过？葛大人，紫川秀已然已与北族人勾结，这北族人的布防图不可信吧？如果凭此就要为紫川秀开脱，这恐怕立不住吧。无论何时何景，驻守横川非我密令，万死不得出。这是我7年前给紫川秀下的命令，他的一切行动均为我安排。难道说我是北族内应？葛大人，话不能这么说。紫川秀是你的爱徒，如果我有这么一个爱徒，我为了救他，我也能拿出这么一封密令。但是你跟他这层关系在这儿，这封密令就算是真，它也是假，没人能信服，立不住。密令可以伪造，但人总不能假冒吧？如今我已将赛戎神皇爱女、北族公主卡丹押至帝都，杨统领尽可细审。如果说叛国之事是真的，除非我军中的卡丹是假的。如果卡丹真要来了，那可更严重了。众所周知，远州之花风流倜傥，如若这2人在帝都沆瀣一气，探听军情，那不随了北族人的心意，还是立不住。那这么说好了，此刻帝都城外有30万远州军驻扎，这个理由立不立得住？如果戈大人拿这作为一个理由，
那这个理由真的是太充分了。紫川秀能如此得你厚爱，必然智勇双全。难道葛莎真的是他所杀？他要有那个本事，能在30万大军中杀掉葛莎，还能被你绑到刑场吗？那这么说，另有其人？左家明王。左家明王？左家明王就是一个传说呀。当年整片大陆还姓林的时候，左家明王能以一人之力挡住北族100万雄兵的进攻，在各方面都夺权的时候，能为林家守住最富饶的河丘300年了，不老不死不灭，世间再没人见过他。就算这个守护神真的存在，那也是林家的旧臣，不在林家享福，为什么会帮着紫川戍边守关？如今林家已然式微，他当年守护的那片土地，正是紫川的远州。紫川是拦在林家和北族之间的一条防线，紫川不保，林家必亡。况且，若不是左家明王，谁能在30万大军中间取上将首级？你有幸得见左家明王的刀工，这么说，你和紫川秀知道左家明王会出手？完全不知。我也是看到这块葛莎的纹身，才知道背后相助的是左家明王。明王愿意帮助我远州军抵御外敌，怎么，杨统领有什么不妥吗？没有不妥，好事儿。卡丹公主真的被你押来了？正是。北族使者已发来文书，重提两国和谈之事，以换卡丹平安。有这样的喜事儿，值得喝一杯。哎呀，今儿幸亏葛大人及时赶到，要不然咱们真是险象环生。你又不在法场之上，险象在哪儿？哎，你这话就差了。如果你跟头今天都挂，那我跟罗杰就是原地处死。你俩少说两句吧。秀川大人，白川再怎么说也是为你捐躯啊，你好歹陪他一段意思意思吧。我呢，哎呀，我刚经历生死，虎口脱险啊！哎呀，我怎么可能背他呢？无耻，无赖，走吧！真是够沉的。柯大人果然够意思啊，连派来的侍女都这么漂亮。是什么呢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前任军长紫川远星大人的独生女，是现任军长紫川参星大人的侄女，也是家族里第1顺位继承人，紫川宁殿下。还不赶紧行礼？啊，宁殿下，宁殿下，你一定是罗杰，喜欢喝酒，看到美女你就走不动道。你是明宇，喜欢看兵书对吧？对。你就是白川，你是远州战士的梦中情人啊！没想到宁殿下对我们这么了解。殿下昨天背了一整夜，你们的生辰八字、爱好习惯我都滚瓜烂熟的。秀哥哥，柯大人呢已经帮你们洗脱冤屈了，我是来接你们回府的。我也想回府。罗姐，我来陪。但是你看，我这位兄弟白川身受重伤啊，我现在立刻得把他送回军营里，片刻不能耽误，否则的话他就半身不遂了。哎，你受伤这么严重，你得赶紧医治啊，不然的话你就会留疤的。啊，我府上就有那个最好的大人，还有贴身侍女专门照顾他。我们走吧。
我就要回去给你开2瓶15年的桂花陈酿啊，罗姐。哎，听懂了。还有珍藏版的兵书，全都送你了。明宇，好嘞。我来给你们带路，走。说好的同甘共苦、体恤上司呢？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看，你走的那年，燕子在这儿筑的巢，现在都已经儿孙满堂了。我走了7年，还是那只燕子啊？当然了，燕子知道回家，你呢？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我呀，自从知道你要回帝都之后呢，我就每天让厨房准备了好吃的饭菜，而且我还为你准备了帝都现在最流行的衣服。你不当值的时候呢，刚好可以穿，到时候你就穿着这套衣服来陪我逛帝都。哦，对，你的房间。这个混蛋，我就应该寸步不离。师傅呀，你说你啊，既然你都收到了我的皮内裤了，想要救我就趁早，何必拖到最后一刻？这个魏明他，哎，不说了。年轻人嘛，经历了生死，才能知道轻重。师傅，我在远州经历的生死还少吗？我看啊，还远远不够，啊，不然你怎么明明走了？还要回来送死啊？还不是因为相信师傅你吗？明天收拾行李回远州。那，你回去吗？不。那我为什么要回啊？我有大事要做。什么大事？和谈。跟北族吧。那我就更不能回了。杨明华想弄死我，可是没有成功。你来了，还带着这么重要的任务，那你不是跟我送死没什么区别吗？7年前你在远州，是从零开始，但如果现在留在帝都，怎么，又想从零开始？不就是没官职，没身份，没人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还没钱。大人，告辞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其实呢，你是可以用一些你的私房钱来给我作为补贴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没有，哎，但是这个30万远州军，打住，打住！啊，算你狠，师傅。真的不走了？和谈这么大的事情，师傅，你是离不开我的。既如此，这顿能结账吗？小姐，7年了，每次你跟秀大人生气，都要烧他的书。这些淫乱书籍烧了也罢，你也没真烧过呀。那是他没有真的让我这么生气。哎，他走到门口了，他还突然跑了，他到底知不知道尊重人啊？或许他有什么苦衷呢？你不要替他找借口啊！他这次，他就算是回来，我也不会理他。我还要饿他1个礼拜，我还要去叔叔那告他一状，让他滚回远州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邱大人，您回来了！哎，邱大人回来了！你看什么看？你这些书都发霉了，我拿出来给你晒晒。那
这些书你看了吗？没有啊，你这些不都是兵书吗？对，兵书。女孩子看不懂的。那我收起来了。秀大人，您说您都到门口了，您跑什么呀？哎，小美，秀哥哥可能有他的苦衷呢，你哪儿这么多问题啊？还不快去把秀哥哥最爱的羊腿给端上来！小姐，您刚刚不是还说要……我说，你赶紧去把羊排给秀哥哥端上来。啊，是。那我……哎，秀哥哥，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短时间内……我就知道你不会走了，看看你的房间。我快来！我。我太烦这支笔了，小时候就拿它打我，没想到还在。你这个房间啊，我从来不让别人进的。每个星期呢，我都自己亲自打扫一次，然后再把这些东西按照原位给放回去。我去看看我那双独一无二的布鞋。别提你那双臭鞋了，这里。这儿。我每次摆完它，我洗手洗个7、8次，我都洗不掉我这手上的臭味儿。哎呦！哎呦！肚子疼！你这么多年了，这个烂借口能不能换一换？不是肚子痛，是头痛。之前肯定是在监狱里吹风了。我别装了，你跟我来。我去哪儿啊？现在呢，你人已经回来了，有些账你不能再赖了啊。欠我的信呢？我这个人只记得欠别人钱，欠信这么有文化的事情，我怎么能干得出来呢？你去远州7年，我们当时说好的要保持通信，跟你寄10封，结果你就回我1封。少是少了些，但我不也是给你回了吗？我给你写的是信，你给我回的是那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？一缕马尾毛，一些狗尾巴草，还有一根羽毛，还是红色的。我知道你那些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嘛，就是为了怕被眼线发现，所以故意留下的暗号啊。留得好啊！我可是拿着那些东西请教了全帝都所有的师傅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读出来的。说吧，什么意思啊？就4本啊。伙计，你就拿这个喂牲畜的东西拿来喂我，这能吃吗？分类草药学上说，这个东西清风明目、去热利尿，最适合你了。头儿啊，你到底能不能行？咱已经断粮7天了，没打败仗先饿死，冤得慌。秀哥哥，这个呀，当时我们在远州的时候，我们烤羊、
喝酒都吃腻了。这个东西，我们用来做凉拌菜，特别好吃。我这个也是在跟你分享我的生活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兄弟，来生别再做战马了，做匹拉车的马。虽然每天拉活辛苦一些，但是也比做一匹战马好。你不觉得他的毛发很顺，可以做匹浮尘？没事的时候替我打扫打扫房间。人在远州还不忘使唤我欠你的。那这是什么？颜色很特别，我很喜欢。啊，这个远州的姑娘实在是太奔放了，简直招架不住。他们会拿这个羽毛插在自己喜欢的男孩头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在远州都还有人追呢？我远州一枝花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明白了。你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有人用这根羽毛向你表白了，但是你把它送给了我。修哥哥，我就说了，你真的是个太含蓄的男孩子了，我差一点我都没有懂你的意思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啊，我得去找白川了，有人给他寄了很多羽毛，我得给他送过去。哎，你放心吧，白川姐姐那里我已经让全帝都最好的大夫去照顾她了。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呢。来喽！等一下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不得选择一个良辰吉日，我们在一起合作一曲吗？我真的要去找白川了啊！有道理，良辰吉日。昨日人太多，
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。我现在给您磕头。我想您了。我回来了。参卿大人，北族与子川连年征战，劳民伤财，民不聊生。议和一事可让子川休养生息，利国利民。葛大人此举，功在千秋啊！刚调到帝都来的吧？啊，劳大人惦念，我刚从敌威邢台调到领兵司，好像还给我跟参星大人带了点心。记得吧？不，记着，记着，我们都喜欢吃。前途无量。议和一事，我反对。地蜀军17万人，演练23日，披星戴月，日夜不休，将士每日拉弓数万次。渡水翻山几十里，敢问各位大人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有朝一日驱逐北族，抗御刘封，让子川平定西山战乱。远星大人的宏愿，各位大人都忘了吗？横川赢了，抓了公主，这些都不算赢。在我看来，此战赢在气势。我子川将士以一鼓作气之势，定能直取赛戎城。我代表17万地蜀军，反对和谈。子川家族创业初期，我们与西边的刘封家多年征战，僵持不下。直到高祖子川云大人看到了远州的价值，深入远州这看似贫瘠实则广袤的土地，北族善战。子川倾全家族之力，多年经营，才有了今日的局面。如今远州已占家族全境的1/3，但是我们在远州的人数，与当地的原住民左一族、半兽人、蛇族、龙族、精灵族、地人族相比，大概只是3比7。子川家族之所以能在远州扎稳根基，其根本原因是让当地的平民免受北族的奴役之苦，但是连年征战，早已让当地深受其害。长此以往，我们这1/3的根基终将会被北族掠走。到时候，子川失到1/3面积的远州，刘封肆无忌惮长驱直入，北族正面反攻，请问你这17万地蜀军能撑几天？远州的土地，我们1寸也不得失。子川倾全境之力，也许不敌北族，但是如果远州齐心，定倍胜于北族。有，肚子有的。好。葛大人所言极是。远星大人在很早以前就说过，子川发展的根基在远州。所谓发展，不仅仅是占其疆土，还要让其安稳，让其富庶，让其乐业。葛大人，雷训只是求胜心切，您见谅。
雷大人一心为子川，我很感激。议和一事，我态度坚决。必须要支持。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大人同心同德，全力支持葛大人议和。葛大人，子川和远州的前程就在您一人肩上了。定不负众望。诸位大人，属下有些顾虑，不敢妄言。讲。议和之事难度颇大，未来数十年基业，皆在这方寸纸张之上，分寸把握差之分毫，失之千里。属下建议定个标准。葛大人怎么看？理当如此。分寸核定。罗大人又有何建议？绝不和亲，岁岁纳贡，不让城池。远州尽属子川。好，就按此办理。葛大人，我来解决你所有的后顾之忧。我会安排好你的学生子川秀。